祖师大人，难道我在南宫地族内惹下大祸的时候，您也在场？听得百里悬空的话后，楚风惊讶万分地问道：在，为了保护你，混入南宫地族，倒也花费了我一些功夫。不过当日你召唤出修罗界灵的时候，可真是连我也吓了一跳啊！面对那样的家伙，哪怕是我，也要远远地躲开。当日你走得匆忙，没有见到那修罗恶灵的凶残，可我却全都见到了。那一幕真是壮观啊！这么多年来，五之圣土也出现过不少妖物，但凡是我见到的，没有一个能与修罗恶灵相比。若不是南宫龙剑出手，怕是南宫地族都要因你而毁。提及此事，百里悬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但目光之中竟然还有着一丝回味。虽然那一幕惊险万分，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天大的惊喜。是那一刻让他知道，他低估了自己眼中的这位天才，低估了青木山的希望。而听得百里悬空的话后，独孤星风以及关宏长老还有青木会长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开始变化。尽管早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只要想到那种事情竟是楚风这样一个小鬼做的，他们便感到很是不可思议。事实上，就连久居毒魔谷内的毒万物，此刻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充满了惊讶与惊叹。虽然身在毒魔谷，可他也知道三府四族九世在五之圣土的地位，他也知道修罗恶灵的强大，而楚风竟然能够凭借一只修罗界灵，便差点灭了南宫地族，那是怎样的恶灵？他真是不敢继续想了。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楚风似乎永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至于那些罗家之人，此刻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宛如在看一个神灵一般，那根本就不是惊叹，而是深深的敬畏。如果说先前他们只是觉得楚风来头不小，那么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楚风的来头有多大了。这简直就是活跃在五之圣土最巅峰的存在。事实上，莫说是他们，听了百里悬空的话后，哪怕楚风自己也是感叹修罗恶灵的实力，连他的祖师大人都这样惊叹了，这便足以说明修罗恶灵的确很强。他当日应该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而已。祖师大人，那我被雪发仙人丢入剧毒云海的时候，您也在场？楚风再度的问道。我在，雪发仙人实力在我之上，我不好出面替你解围。而雪发仙人的手段向来很是诡异，可却也往往具备着奇效。当日他在你身上所用的手段，虽然只是一时兴起，可却也是下了大本钱的。所以当他将你推入那剧毒云海之时，我才没有出手，因为我想赌一次，替你赌来一个百毒不侵之体。百里悬空说道。当日雪发仙人觉得他的实验失败，转身离去之时，我的心也是跌入谷底，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该拿你的性命来赌你的前程，但我却没有因此放弃。我觉得你能够创造奇迹，虽然这是一种奢望，在当时的我看来只是一种幻想，可我还是不愿离去。我不愿接受你已经死去的事实，但是你却真的创造了奇迹，不仅没有死，还提升了一品修为，不仅是自己逃了出来，还带出了毒魔的传人。话到此处，百里悬空意味深长地看了毒万物，而面对百里悬空的目光，毒万物的脸色发青。毕竟他知道，在毒魔谷内，楚风究竟经历了什么。老实说，毒族对楚风很不厚道，莫说毒香玉，就连他自己也曾想过置楚风于死地。事实上，若不是楚风百毒不侵，那么楚风现在很可能已经死在了他的手中。祖师大人，为了我竟然做了这么多，弟子真是不知该如何报答祖师对我的恩德。楚风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虽然百里悬空也拿自己的性命赌了一次，可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好。有这样的人愿意为自己做这么多事，乃是楚风的福气。楚风，别这样说，有一件事我还要向你道歉。百里悬空忽然满是惭愧地说道。百里大人，这件事不关你的事，明明是我下令的。独孤星风赶忙说道。就算是你下令，可也是我的指示。百里悬空苦笑一声，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你得罪了南宫地族。南宫地族当日捉拿的通缉令贴满了整个五之圣土，九世之中知道你的人不在少数。当初我便知道你是青木山弟子的事情，早晚是要被南宫地族知道的，这根本就是纸包不住火的。而如今的青木山可不具备与南宫地族抗衡的实力，为了保全青木山，我只能抛弃你。于是我便传令于独孤星风，让他对外宣布，青木山是你为大逆不道之辈，不仅与你解除宗门关系，更是要讨伐于你，替宗门除害，替天下除害。所以现在你已不是我青木山的弟子，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保全青木山。话到此处，百里悬空脸上的惭愧之色越来越浓。祖师大人，掌教大人，你们都不用多说了，你们的意思弟子明白，你们的心血弟子也明白。我觉得你们做得对，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便让那么多人而丧命，毁了青木山这么多年的基业。但无论别人怎么看，对我来说，我楚风永远是青木山的弟子。楚风认真的说道。楚风，你能明白就好，其实我这样做也是想帮你。你为青木山弟子，那我们便是明，他们便是暗，我们处处陷于被动。但你若不是青木山弟子，那他们便是明，我们便是暗，我们想怎么做都行。如今青木山已经与你势不两立，南宫地族再如何也不会难为我青木山。毕竟这种情况下，他还刁难青木山，那于情于理他说不过去。可实际上，我青木山不仅不会真的与你为敌，反而还要为你报仇。记得我在五毒山上对你说过的话吗？百里悬空问道。记得，祖师您说过，劫不是躲的，是要破的；祸不是逃的，也是要破的。楚风一字不差的重复道。没错，你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事情我都知晓，你不但没有利用青木山弟子的名字去招惹是非，反而隐瞒身份，想必怕的就是为我青木山招惹麻烦，并且你行事本处处低调，不愿招惹是非，就算展露实力也是无奈之举。可是奈何北唐地族与南宫地族却是你为眼中钉，嫉妒你的才能，毫不讲理的就是想铲除你。这种事别人可以忍，但咱们绝对不能忍，忍了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必须好好整治一番才行。百里悬空说道。祖师您的意思是
楚风问道。我猜你被雪发仙人推入剧毒云海的事情，南宫地族已经知道了，否则他们最近不会大肆的收回你，捉拿你的通缉令，声称你已死亡，并且还特意声明感谢雪发仙人替5只圣土除害。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意思很明了，是想把雪发仙人拉下水，让人知道你的死其实是雪发仙人所为。他这么做怕的就是我们报复他们，想让我们找雪发仙人出气。但是他们这么想可就太低估了我们。南宫地族以为你死了，咱们就偏让他们知道你没死。百里悬空说道。想不到南宫地族的消息如此灵通，并且如此狡诈。那祖师，我们该怎么做？楚风离开毒魔谷后便径直地赶往了此处，对于外界之事了解的不多，听了百里悬空的话后也很是意外。按理来说南宫地族以为他死了，这本是好事，但看百里悬空的样子，显然不准备善罢甘休，而是另有打算。更何况楚风本身也不是愿意白白吃亏之辈，所以他很想知道他的这位祖师大人有何打算。怎么做？当然是给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而现在便有一个大好的机会。百里悬空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竟不自觉地涌现出了期待之色。大好的机会！听得此话，楚风又是心中一动，连血液也开始隐隐沸腾。他知道百里悬空此话绝对不只是说说这么简单，看来他真的是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了。知道为什么北唐地族会出现在此处吗？知道为什么独孤星风与尹成空会在这里与我会合吗？一切只因4大地族举办一场小辈切磋大会。这场切磋大会本是他4大地族之间的事情，可是为了展现所谓的公平，他们还特意邀请9世的小辈参加。其实他们邀请9世小辈参加，完全就是想让9世小辈衬托他4大地族的小辈的强悍。此番举动可谓卑鄙至极，可是碍于面子，9世却也不好拒绝，只能纷纷赶往此处。而这场4族小辈切磋的地点就在拜月云城，对9世的邀请早就发出了，4大地族该到的也都到了。算一算时日，这场4族小辈的切磋明日就要开始了。百里悬空说道。竟有此事，这可真是太好了。祖师您是要我混入其中，然后对4族小辈出手？听得此话，楚风真是又惊又喜，那本就沸腾的血液涌动得更加激烈起来。没错，这场在拜月云城的比拼，除了4族的小辈外，9世的小辈们也有一个名额。这个名额需要争夺，不仅9世的小辈可以，只要是5只圣土之人，任何一个小辈都可以参加。而这刚好为你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先伪装进去，以假名参加比赛，然后在夺得这个名额后，挑战4族的小辈，主要是挑战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的小辈。在你将北唐地族以及南宫地族的所有小辈全部击败之后，便露出你的真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究竟是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楚风不仅没有死，更是要让所有人知道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的小辈不如你。而在你露出真容之后，我便会想办法带你离开。百里悬空对楚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这可真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因缘巧合之下，我竟来到了拜月云城之外。听到百里悬空早已计划周详，楚风的脸上露出了期待之色。楚风虽然此次拜月云城有4族入驻，自认为没人敢来捣乱，所以防范很低，可4大地族也请来了不少高手助阵，据说10仙之中至少有3位到场，而我们又要当面砸场，所以我也不能够保证肯定能够带你离开拜月云城。可以说这仍然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想征求你自己的想法。你真的愿意冒险去拜月云城，而目的只是为了让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难堪吗？忽然百里悬空问道。富贵都要险中求，又何况是报仇？祖师大人，您明知有危险，却还要不惜冒险，也要助我一臂之力。我楚风若是退缩，那就枉为男人。就算他们欺我，辱我也是活该。楚风说道。好，有气魄，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百里悬空很是欣赏的点了点头，他已经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是一定要去的。不过楚风，这件事事关紧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知道你与这罗家有些交情，可说句实话，我信不过他们。百里悬空说话之时，看向了罗家之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们绝对守口如瓶，不将今日之事说去。见状，罗家众人赶忙跪倒在地，磕头求饶，都以为百里悬空要杀人灭口。你放心，我不会杀你们，但我要抹除你们的记忆，抹除关于我们的记忆。百里悬空说道。我们愿意，只要不杀我们，怎样都行。罗家之人异口同声的应下，只要不杀他们，怎么都行。相比于性命，抹除记忆又算什么？祖师大人，他们2个是我的朋友，我信得过他们，能否不要抹除他们的记忆？楚风看着毒万武以及那站在不远处的狗蛋说道。他觉得被人强行抹除记忆是一种屈辱，他不想这种屈辱落在自己朋友的身上。放心，虽然毒族对你做了不公之事，但我看得出来，毒万物也是真心拿你当朋友。你的真心朋友，我不会动。况且，就算抹除记忆，也只是抹除关于我们的，关于你们的记忆，我不会抹除。百里悬空拍了拍楚风的肩膀，示意让楚风放心。随后对尹成空会长以及关宏长老说道：“成空、关宏，这件事交给你们了。”遵命。尹成空与关宏，一个贵为青木盛会会长，一个贵为青木盛会长老，可是，在百里悬空面前，却是为首是瞻，毕恭毕敬。从此可以看出，百里悬空才是青木山真正的主宰者。之后，尹成空以及关宏2人便开始抹除罗家的记忆。与其是抹除记忆，倒不如说是改变了记忆。关于黑煞来此之前的记忆，没有任何改变，可是黑煞来此之后的记忆却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就是狗蛋儿、楚风、毒万物3人，凭借3人之力，将整个黑煞铲除，保住了他罗家。楚风、毒万物、狗蛋儿3人成了拯救他罗家的大恩人，并且他们不仅改变了罗家之人的记忆，也为那些受伤的罗家之人
医治了伤势。而在他们改变罗家之人记忆的时候，百里玄空则是将楚风单独叫到了五毒山内。他有些话想单独对楚风说：楚风，虽然你有逆战4品战力，并且拥有神雷护体，能够提升2品修为，让你的真实战力能够达到与寻常的8品半地抗衡的地步，可是4族的小辈之中也都不是寻常之辈。据我所知，如今的4族之中的确有着不少优秀的小辈，其中几位更是堪称逆天，有着超越仙人的潜力。你若想让他们难堪，只是2品半地的修为可是不行，必须立刻提升修为。百里玄空说道。提升修为？听得此话，楚风眉头一皱，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想提升修为有多难，倒不是突破难，只是楚风没有修炼资源。放心，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就当做是我送你的第一份大礼吧。百里玄空说话之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一看，顿时愣在了那里。这乾坤袋内光是稀奇的天地奇物种子就有5个，其他种类的修炼资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皆是蕴含着不菲的天地能量。这些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简直就是如获至宝，绝对能够让楚风的修为再度突破。只是楚风却想不明白，百里玄空怎么会知道他修炼需要这些东西？要知道，寻常人修炼根本不会用天地奇物，因为他们受不了天地奇物内所蕴含的狂暴能量。难道是百里玄空在暗中保护楚风的日子里已经知道了什么？祖师大人，您看过我修炼？惊讶之余，楚风问道。是在南宫地族的时候，你很谨慎，但我却也有着妙法，能破开你的隐藏结界，看到你在做些什么。老实说，那一日你也真是惊呆了我，所以我便让尹成空他们把能搜集到的所有天地奇物都搜集过来，为的就是让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得更高。百里玄空说道。真是让祖师大人费心了。楚风此刻心中满满的都是感动，因为这位祖师大人还真是为他操碎了心。界限能量消失，乃是帝王出世之预兆。这个时代的小辈也的确比往常要强得多。我想让你封地，我想让你称王，为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你也不要总想着感谢我，因为我也是有私心的。我希望你封地之后能够让我青木山登上新的台阶。我不求青木山成为5支圣土的第一势力，但起码要摆脱9世，与3府齐名，这可是我给你的任务。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压力啊？百里玄空笑着说道。的确有些压力，但也正因有压力才有动力。说句狂妄的话，封地称王不是我的梦想，而是我修武一途的必经之路。楚风说道。好，够狂妄，但我喜欢。历代以来的5位帝王，哪一个不是狂放霸道之辈？若是连这点狂妄的劲都没有，那也不具备成为帝王的资格。百里玄空哈哈大笑，好像楚风说什么他都会喜欢一般。祖师大人，既然你已经为弟子准备好了这么多修炼资源，那弟子也就不客气了。楚风迫不及待的想要炼化这些资源，反正百里玄空已经知道了楚风的修炼方法，所以楚风想现在便将其炼化。不介意我围观吧？百里玄空笑着说道。当然不介意。楚风淡然一笑，随后便盘膝而坐，将乾坤袋内的所有修炼资源整齐地摆放在身前后，便开始炼化百里玄空给予自己的修炼资源。而当楚风炼化之际，百里玄空也是退后几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当日毕竟楚风布置了结界，虽然他看到了，可实际上看得也并不清楚，而今日能够近距离的观赏，他自然不想错过。毕竟自古以来几乎没有人敢炼化如此狂暴的修炼资源，炼化这种修炼资源简直就是形同于自杀，但是楚风却做到了，并且楚风修炼的方法与常人还很是不同。常人修炼大多是靠玄功，靠法诀将天地能量吸入体内，而玄功与法诀的作用便是剔除天地能量中的狂暴力量，避免对身体有害。可是楚风根本不用法诀，有何不动用玄功，而是张开嘴巴直接将那些天地能量吸入腹中。这也就是百里玄空亲眼所见，否则绝对不会相信有人可以这样修炼。这哪里是炼化修炼资源，这根本就是吃修炼资源啊！这种修炼方式实在是太凶残了一些，真是厉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能够助你炼化掉如此狂暴的力量？这绝对不是天赐神力，天赐神力不具备这种力量。难道真的是传承血脉？那一定是在地级血脉之上的血脉。眼睁睁看着楚风将那不可能炼化的天地奇物，以比喝白开水还简单的方式硬生生的吞噬掉后，百里玄空可谓是又惊又喜，惊于楚风的强大，喜于楚风的强大，但同时他也是开始猜测起楚风体内的神雷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竟然如此逆天。常人修炼多怕打扰，可是楚风修炼就任由百里玄空这样看着，却也毫不影响他的修炼进度，并且楚风在炼化到第3个天地奇物后，便已然突破到了3品半地，随后又将剩下的2个天地奇物以及多个修炼资源全部炼化。不过可惜，楚风体内神雷的胃口越来越大，剩下的资源所蕴含的天地能量根本就填不满。此次楚风炼化了大量的天地奇物，奇珍异宝，不过最终也只是提升了1品修为，达到了3品半地而已。但是对于楚风来说，这个结果已很是满足。多谢祖师大人的礼物，否则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楚风起身后便向百里玄空道谢。这么多修炼资源，只突破了1品修为吗？百里玄空也很是吃惊。不瞒祖师，每突破1品修为，我丹田内所需要的天地能量便会翻倍。这个翻倍基本上是无法计算的，但可以确定的是，需要的量会越来越恐怖。提及此事，楚风也是一脸的无奈。也罢，修炼资源还可以慢慢弄，虽然只突破了1品修为，但是你的话应付4族的小辈，就算没有绝对的胜算，但应该也是足够了。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百里玄空说道。祖师大人请问。楚风回道。你突破修为真的只要足够的修炼资源便可以，根本无需领悟武道真谛，寻找突破契机吗？百里玄空问道。也曾遇到过瓶颈，不过很快便找到了突破契机。现在来看，
除非我从半地突破到5地，否则应该不会遇到瓶颈。楚风笑着说道。听得此话，百里玄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说道：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啊！你这样的天赋，怕是用天才形容也是不够啊。但我敢保证，5之圣土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你怕是第一位。你有此等天赋，你不成帝，何人成帝？百里玄空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骄傲，他也有楚风这样的弟子而感到自豪。楚风定不会让先祖失望。楚风也是一脸自信的说道。这真不是楚风狂妄，毕竟楚风的目标是天外，是那天外的家族。若是在这5之圣土，他连一代帝王都做不了，那拿什么去与天外的英豪去争锋？拿什么去向那抛弃了他、囚禁了他父亲的家族复仇？我相信你。百里玄空对楚风也同样充满了信心，随后说道：你去罗家与他们告个别，然后我们便出发吧。虽说4族小辈切磋要明日开始，可是9世弟子的比拼似乎今日就要开始，虽然不限时间，但还是早去一些为好，以免出了岔子。弟子明白。见状，楚风也不犹豫，直接回到了罗家。不得不说，尹成空与关宏2人做事还是比较速度的。楚风离开罗家其实不过片刻的功夫而已，但是当楚风回到罗家之际，尹成空与关宏已经不在，罗家所有人的记忆都被他们2人更改了。回到罗家后，楚风也没有与罗家之人过多交谈，而是直接将毒万物与狗蛋儿叫到了一处。他想让他们2个在这里等他，等他去完拜月云城回来后再回来找他们。楚风，你回来的正好，我正想与你告别呢。忽然毒万物说道。告别？你要去哪？你真不打算回毒魔谷了？楚风问道。不回去了。毒万物笑了笑，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我拿你当朋友，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希望你能帮我。不过你就算不帮我，我也绝对不会怪你。什么事？你说吧。楚风爽快说道。假如我死了，不要为我收尸，但假如我还活着，却活得不像个人，请你把这个拿到我的面前，这个也许能够阻止我。毒万物将一个绿色水晶打造的吊坠递给了楚风。这是什么？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真拿我当朋友，就说明白一点。楚风问道。毒万物有些犹豫，犹豫了好一会，才长舒了一口气，似是做了决定，这才叹道。也罢，反正你早晚要知道。楚风，其实之前我骗了你，我知道传承蛊是多么厉害的东西，我也知道传承蛊的危险，知道为什么我的肌肤是绿色的吗？从打我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用特殊的毒药淬炼身体，为的就是这个传承蛊。我要炼化这传承蛊，我要得到其中的力量。可是这传承蛊是何人的力量？那可是我先祖的力量，我要继承先祖的力量，很难，有着很大的风险。毒万物说道。先祖，你是说毒魔？难道说着传承蛊是用毒魔制成的？毒魔将自己制成了这传承蛊。楚风吃惊无比，他早就意识到这传承蛊是用人制成，但没有想到毒魔竟然是将自己制成了这传承蛊，这也未免太狠了一些。传承蛊乃是先祖用自己的修为以及肉身所炼制，为的就是希望有后人能够继承他的力量，并且这传承蛊已经大成，如今蕴含的力量怕是比巅峰时期的先祖还要强横。毒万物说道。这一刻，楚风尽管很是吃惊，但却也是恍然大悟，他终于知道为何毒万物要叫做毒万物，也终于知道他为何那么迫切的想要得到传承蛊了。原来他要成为第2个毒魔，并且还是比15000年前的毒魔还要强横的毒魔，继承如此厉害的蛊，风险肯定不小，死是最大的可能，但我想还绝对不止如此。楚风说道。你说对了，死是最大的可能，其实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除了成功与死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得到了先祖的力量，可是却无法掌控那力量，走火入魔，堕入魔道，成为一个人形凶兽，没有灵智，只有杀性。毒万物说道。我终于知道你为何不愿意回到毒魔谷了，你是怕堕入魔道，伤害了自己的族人。楚风说道。毒万物点了点头。那这个玉坠可以救你？楚风问道。这玉坠也许能够唤醒我，但只是一种可能罢了。若是我真的成魔，那我一定很危险，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帮我。毒万物说道。不，我要帮你。楚风接过了玉坠，说道。我的朋友是不是魔无所谓，但我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我的朋友成为行尸走肉而不管。楚风，你听得楚风这样的话后，毒万物久久未语，过了好一会后，情绪才渐渐平复，嘴角也掀起了一抹难得的弧度，说道。楚风，我毒万物一辈子没有交过朋友，就算是族人也只是敬我而远之。我从小到大其实活得很是孤独，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毒万物此生竟然能够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就算炼化这传承蛊失败，我死了，但我此生也并不遗憾。好了，大老爷们一个，就别煽情了。楚风笑着拍了拍毒万物的肩膀，说道。我相信你可以成功，谁让你是毒万物？对于楚风之话，毒万物也是再度笑了笑，没有回答。毒万物准备寻得一个偏僻之所，炼化传承蛊，怕的就是失败后失去理性，堕入魔道，滥杀无辜。至于这个地方究竟是哪，他没有告诉楚风，而楚风也没有多问，想必连毒万物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究竟去哪吧，毕竟他对5之圣土并不熟悉。至于狗蛋儿，他则是准备长期留在罗家，理由很简单，他本就是毒物，修炼的话也是与毒有关，这五毒山毒气充裕，乃是他修炼的最佳之所。而如今狗蛋儿在罗家人的心中不仅是救了罗家的英雄，还是一个可怕的怪物，狗蛋儿要留在此处，他们自然不敢不留。而楚风觉得狗蛋儿虽是毒物，但却本性向善，所以他也不担心狗蛋儿做出什么出格的事。狗蛋儿留在罗家，他反而放心，所以楚风决定短时间内就不回罗家了，日后有机会再来看狗蛋儿。毕竟他此次去拜月云城可不是去干什么好事，而是去闯祸的。闯祸之后要做什么？那自然是跑路。五毒山离拜月云城如此近，显然不适合逗留。
所以楚风闯祸之后，应该尽快离开此处才是，不宜回到五毒山中。就这样，斗大儿留在罗家，楚风与毒万物则是分道扬镳。毒万物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楚风的目标却很明确，拜月云城。距离五毒山本就近，而有百里悬空这位超级强者带路，那就更快了。不过瞬息的功夫，楚风就来到了拜月云城之外。拜月云城位于天际之上，白云飘飘，忽隐忽现间，露出那浩瀚且壮观的建筑群，甚至会看见高山流水、成群而飞的仙鹤。此处真乃天宫视野，而这里本是一处隐居之所。第一代城主没人知道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拜月云城历代城主都是5帝级的强者，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势力。而拜月云城之所以愿意对外开放，那还是当年拜月云城的城主曾被4族联手救过，所以自那之后，拜月云城的城主因对4族感恩，所以便宣布拜月云城永远对4族开放。而事到如今，拜月云城也早就成为了4大帝族经常聚集之地，有些4族都参与的事情，他们也会选择在拜月云城举办。眼下前往拜月云城的人可不在少数，除了4大帝族以及9世的人外，就连3府也有人来看热闹。虽然3府来的都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而是一些小角色，但至少也能代表着3府。而除了3府、4族、9世之外，还有很多不出名的势力，以及各方游侠前来捧场。由此可见，4大帝族的号召力还是很大的。来到拜月云城之外，独孤星风、关宏以及尹成空等人便率先进入其中，毕竟他们代表的是9世，不可能与楚风同行。而百里悬空也是伪装成一个路人，混入了其中，暗中保护着楚风。至于楚风，也早就改头换面，化作一个面相平平的年轻男子，进入了拜月云城之内。拜月云城虽然很大，但因为此次开放是不限制身份与实力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来到此处的人，都可以进入其中。眼下拜月云城可谓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而楚风要前往的地方更是人群涌动，遮天蔽日，因为那里乃是9世弟子比拼的地方。这场比拼虽然只有一个人最终胜出，能够与4族小辈一战，但是这参加比拼的人可不在少数。其实9世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乃是无门无派来凑热闹的人，这些人才是造成拥挤的罪魁祸首。眼下楚风终于来到了比拼之处，但浮现在他眼前的乃是一个公告牌。这公告牌漂浮于天际之上，上面写明了这场比拼的规则：自入口而进，自出口而出，出口只可出1人，此乃胜者，可与4族小辈争雄。公告牌很大，公告牌上的字也很大，可却只是寥寥几个字而已。但这寥寥几个字已经说明了这场比拼的规则。无论进去多少人，但是最终能胜出的只有1个人。我去，人这么多，入口这么小，这要怎么进啊？看过规则之后，楚风自然要寻找比拼的入口，可这才发现那入口很小，只能容1人通行，所以这导致那入口眼下已是人满为患。那人多的真是里3层外3层啊！若不是楚风动用了天眼，根本就找不到那入口。而人群拥挤，难免磕磕碰碰，小辈们又皆很自负，这就难免发生摩擦。这不，此刻4面八方皆是有吵吵闹闹之人，不长眼的东西！你知道这是谁的座驾吗？这可是西门地族5皇子西门飞雪的座驾。可是在那嘈杂的声音之中，忽然一声愤怒的吼声如惊雷一般炸响，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这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西门飞雪号称西门地族有史以来最强天才，被誉为此次4族小辈之中最有机会胜出的那位吗？废话，西门地族还能有几个5皇子？这肯定就是西门飞雪了，那可是被誉为这个时代最有机会成为帝王的超级天才之一。听得西门飞雪4个大字，本就骚动的人群顿时更加骚乱，一些人竟然不再往入口处拥挤，反而向那声怒和传来的方向行去，尤其是一些女子们更是像发了疯一样，不顾一起的冲了过去。先前还高傲无比的女神，瞬间变成了花痴。西门飞雪这名字倒是挺有意思，不过看着架势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楚风笑了笑，西门飞雪不管多厉害，可楚风的却是第一次听说，所以相比于他人，楚风对着西门飞雪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这里乃是参加比拼的人才会来的地方，那西门地族的人好端端的来这里凑什么热闹？楚风觉得他们就是来耀武扬威的，这种人是楚风最不屑的人。不过楚风不喜欢管闲事，所以也没有多想，而是继续向入口处挤去。这位前辈，真是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而眼下我有急事要做，能否放我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很是温柔并且满怀歉意的女子声音忽然响起，这是……然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楚风顿时一愣，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江师姐，真的是你？江芙蓉。楚风听到的声音是江芙蓉的，仔细一看，果然是江芙蓉。不仅江芙蓉在，青木山的其他几位优秀的弟子白云霄、齐言宇、陶香宇、温雷虎、赵金刚等人也都在，只不过眼下江芙蓉被一群人拦住了，那是西门地族的人。他们不仅把江芙蓉团团包围，在江芙蓉的身前还站着一位老者，这个老头面露凶相，竟是一位5帝强者。先前呵斥江芙蓉的也正是他。而在这群西门地族之人的身后，还有着一辆巨大的战车。听周围人的议论，楚风知道江芙蓉之所以被这群西门地族的人拦下，正是因为不小心碰到了这辆战车。本来这是一件小事，可是西门地族的人却不依不饶，显然是要讨个说法的架势。这种情况之下，白云霄等人都被吓坏了，一个个站在旁边，连话都不敢说，生怕被江芙蓉所牵连。毕竟对方可是赫赫有名的西门地族，并且其中还有一位5帝强者。这位前辈，我们乃是青木山弟子，此次来此事受拜月云城邀请而来。我们师兄妹几人正准备参加9世弟子的比拼，现在比拼已经开始，我们若不快些去，怕是就来不及了。更何况
江师姐她也不是故意的，您能否大人不计小人过，给她一个机会？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白云霄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竟然开口了，不仅开口了，还在为江芙蓉求情。虽然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可他至少还是开口了。对于这一幕，倒让楚风很是意外，因为在他的记忆中，白云霄等人和江芙蓉似乎也合不来，在青木山内也算是对头。按理来说，以白云霄的性格，这种情况下应该见死不救，幸灾乐祸才对。他竟然冒着风险替江芙蓉求情，由此可以看出，这白云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不是故意的。一句不是故意的，就想了事不成？我管你们是哪个弟子，敢冲撞我家五皇子，就形同于找死。你们几个不想死，就快点滚！少在这里碍事。然而那老者虽为武帝，却根本没有武帝的风范，开口脏话连篇，俨然一副无赖的举止。白师兄，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先走吧。眼见着这位武帝发火，本就惧怕的陶香宇等人赶忙开口劝阻。见状，白云霄也是不敢再逗留，而是与陶香宇等人赶忙离去，只留下了江芙蓉独自一人。前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然我向您赔礼道歉可好？江芙蓉一脸卑微的说道。他大老远的来到此处，可并不想白白错过了九世小辈比拼的大好机会。道歉，如果道歉有用，那是不是杀人也可以不算犯法了？那位老者不依不饶，甚是霸道。面对老者这样的刁难，江芙蓉小脸变得很是难看，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毕竟对方可是一位真正的武帝，说句不好听的，他一个区区武王，连与人家抗衡的资格都不具备，真是够霸道的。然而就在江芙蓉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一道身影忽然自人群之中掠出，来到了江芙蓉的身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然而此刻的楚风却掩盖了容貌，莫说旁人，就连江芙蓉都认不出楚风。但毋庸置疑的是，楚风的出场让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胆子这么大，敢于西门地族叫板，并且还是一个年轻人。你是何人？是要多管闲事？那位西门地族的老者剑眉倒数，目露寒光，甚至隐隐间动用了威压，这明显是在吓唬楚风，让楚风赶紧滚蛋，少多管闲事。但是楚风偏偏不怕这一套，不仅面色不改，反而淡淡一笑，说道：我是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谁？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位老者问道。他隐约间意识到了这个小鬼似乎有些不同。西门地族，五之圣土四大地族之一，被誉为是五之圣土，拥有做高贵血脉的种族之一。可我真是没有想到，一个如此高贵的种族，却也做着如此不堪之事。先不说这里是五之圣土小辈比拼之地，你西门地族为何来这里？也不说这里这么多人，可你们却驾驭一辆战车横冲直撞。就单说这位姑娘，不过是不小心碰了你们这战车一下，你们就胡搅蛮缠，不放人走。你们此行此举与市井恶霸有何区别？是一个堂堂地族该做的事吗？听得此话，那位老者顿时脸色惨白，被气得不轻。他真是没有想到，一个区区小鬼胆敢这样冲撞于他，当中侮辱他西门地族。你什么？你先前说的是你们西门地族，现在就说说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好歹也是一位武帝，位于五之圣土最巅峰的修武高手，可你却一点前辈风范都没有，因为一点点小事便如此难为一个后辈，你可真丢武帝的人。楚风继续说着，不仅指指点点，还唾沫横飞，那唾沫星子都喷到了那老者的脸上。你真是找死！抹了一下脸上的唾沫，闻一闻手上的腥味，老者彻底怒了。楚风当众顶撞他也就算了，竟然还这样侮辱他，这让他着实无法容忍。找死？好啊，那你就打死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西门地族有多混账，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多混账，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仗势欺人，什么是以大欺小。楚风双手一摊，脖子一扬，一副有你打死的模样。你以为我不敢？老者气得脸色涨红，抬手便要出手磅礴。算了。然而就在这时，那战车之内却忽然传出一个声音。当这个声音响起之际，哪位被楚风气得咬牙切齿的老者也是脸色赶忙住手。身为一代武帝的他，竟然如同奴仆一般退到了一旁。与此同时，其他西门地族的人也都乖乖地退到了一旁。这一幕让楚风颇感意外。到了今日，楚风也见过不少武帝，但像这位这样如此卑躬屈膝的却是第一个。而就在这时，那战车之内走出了一名年轻的男子。这名男子相貌堂堂，却面容冰冷，眉宇之间暗藏隐隐的杀意。此人乃是属于那种一看外表便知道他很是不凡的类型，并且他不止相貌不凡，修为也是很强，五品半帝，这便是他的修为。如此年纪便达到五品半帝，完全可以与练兵仙人的弟子百里星河相抗衡，这绝对是五之圣土最顶尖的小辈强者。想必他就是众人口中的那位西门地族五皇子西门飞雪。若是没事，那我们便走了。楚风说话之间，一把抓住江芙蓉的手腕，向那比拼的入口处行去。等一等！然而就在这时，那西门飞雪却是忽然开口：怎么，你也想杀我？楚风冷笑说道：看来你很想死。放心，你今日顶撞了我庞博，我定然会取了你的性命。不过不是今日，更不是在这里，我不想让你的血脏了拜月云城的土地。西门飞雪冷声说道。他此话一出，一股寒意也是萦绕开来，仿佛连空气都被凝结，几乎在场的所有小辈都是身体一颤，难以抵挡这股寒气。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然而面对西门飞雪这样的威胁，楚风不仅面色不改，反而微微一笑道：随时恭候。话罢，楚风便向那入口处行去。一路走去，所有人都是赶忙让路，不敢阻拦。楚风胆敢当众与西门地族叫板，这让人们觉得楚风也不是一个简单角色。然而在楚风离去之际，那西门吹雪冰冷的目光却一直凝视着楚风，杀机毕露。此刻楚
楚风已与江芙蓉进入了那比拼之所，这是一个巨大的岩洞，岩洞很是浩瀚，岩壁上方镶嵌着宝石，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将这岩洞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而在的墙壁上还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这里乃是一个真正的时钟世界，并且此刻出现在岩洞的人不在少数，不过却没人逗留，都是径直的向岩洞深处行去。少侠，大恩不言谢，今日少侠出手解围，此恩此德，我江芙蓉日后定会报答。江芙蓉一脸感恩地对楚风说道：“江师姐，换做别人，你若客气也就算了，跟我那可真就不用了，毕竟当初你可也是帮过我的。”楚风笑眯眯地传音道：“你是？”听得此话，江芙蓉顿时一愣，不由向后倒退一步，随后仔细地打量起楚风。可越是打量他，越是心惊。他惊愕地发现，眼前这个人竟让他感觉如此的熟悉，可是对方他又明明不认识。江师姐，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楚风再度传音道：“师弟，真的是你！”终于，江芙蓉反应了过来，他知道眼前的人乃是楚风。师弟，你没有死，这可真是太好了！江芙蓉激动不已，他本来以为楚风已经死了，我若死了，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楚风笑着说道：“师弟，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你要参加比赛？这南宫地族可是有很多高手来到了这里，若是让他们认出了你，那可就……”江芙蓉对楚风的安危很是关切。师姐放心，我来此另有打算，不必为我担心。倒是师姐，如今已是9品武王，并且武力充沛，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半地了吧？真是可喜可贺呀！楚风笑着说道：“本来我觉得我的天赋也是不错，可是看到你后，顿时觉得自己太弱了。当初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刚踏入武王不久，可如今已是3品半地，你已登天，我仍在地，怕是再也无法与你相比了。”江芙蓉一脸的苦笑：“江师姐，就别取笑师弟我了，时间紧迫，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可不想错过了这唯一一个与4族小辈交手的机会。”楚风说话之间，便抓住江芙蓉的手腕，随后便化作一道流光，径直的向岩洞深处行去。而听得楚风的话后，江芙蓉脸色一变，本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他是意识到楚风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可是却也觉得自己无法阻止楚风，索性便不再劝阻。楚风的速度极快，那些先进入此处的小辈一一被楚风超越。一路走来，楚风倒也遇到过一些关卡，但却根本无法阻挡楚风。然而还未到达这岩洞的最深处，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大群人，而使用天眼一看，楚风也是不免有些意外，那是青木山的人，白云霄、齐言宇、陶香宇、奔雷虎、赵金刚等人全部都在，只不过眼下的他们却全部倒卧在地上，无论男女，身上脸上或多或少都是有着一些伤痕。堂堂青木山最优秀的几位弟子竟然被人打了，难怪此刻有那么多人宁愿不去争夺第一，也要留在此处看热闹，因为那打青木山的人竟也是9世的弟子，乃是火灵殿以及玉水宫的弟子，是火灵殿与玉水宫的弟子联起手来，将青木山的弟子给拦了下来。白云霄，当初的你不是挺嚣张的吗？怎么没了秦凌云罩着，就变成了一个草包了？火灵殿的一位弟子一脸讽刺地说道。他其实也不过是9品武王的修为，但是却比白云霄他们实力都要强。而他之所以要对付白云霄等人，那是因为早在当初秦凌云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就与白云霄等人有着一些过节，只不过当初因为秦凌云他们吃了亏，一直不敢报复。现在秦凌云与秦问天都死了，青木山的弟子一跃成为9世之中最弱的群体，他们自然是要报复的，而这一次便是最好的机会。你也就是仗着秦问天师兄与秦凌云师兄不在了，才敢这般欺辱我们，若是他们还在，你们敢吗？陶香宇一脸不服地说道。陶妹妹，我也不瞒你，你还真是说对了，我们就是仗着秦问天和秦凌云死了才来欺负你们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啊？那名火灵殿的弟子说话之间，竟然伸出邪恶的大手，向陶香宇的小脸凑了过去。别拿你的脏手碰我！陶香宇不仅闪躲开来，还向那男子吐了一口口水，喷了那男子一脸。哈哈，火兄，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搞不定这陶香宇啊！见到这一幕，玉水宫的弟子们哈哈大笑，讽刺起来，就连火灵殿的弟子也是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臭娘们，你真是给脸不要脸！那名火灵殿的弟子觉得丢了面子，勃然大怒，挥动着大手便扇向了陶香宇的小脸。见状，陶香宇则是赶忙闭上眼睛，面露痛苦之色。他知道自己躲不开男子的这个耳光，所以只能做好挨打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脆响响起，听得这个声音，陶香宇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可是却感觉自己的脸颊没有丝毫疼痛之感。而睁眼一看，陶香宇更是脸色一变，因为此刻有一名男子站在了他的身前，并且正是那名男子紧紧地抓住了那火灵殿弟子的手腕，阻止了那巴掌的下落。此刻陶香宇心跳加快，面色涨红，不由自主地对这名男子产生好感，觉得这简直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被对方英雄救美的举动给征服了。但他却不知道，此人乃是当初他多次刁难的同门师弟楚风。一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你可真是够有出息的！楚风说话之间，手掌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那火灵殿弟子的手腕便被他给捏断开来。断手之痛让火灵殿的弟子惨叫一声，可是楚风并未因此而停手，而是意念一动，一层威压释放而出，直接击中那火灵殿弟子的身体，将击入了火灵殿弟子的人群之中。见状，火灵殿的弟子本想搀扶，可是奈何这力道实在太大，搀扶不成，反而将他们全部掀翻在地，3品半地。这一刻，莫说火灵殿的弟子，就连玉水宫的弟子也是面容大变，他们已经察觉到了楚风的气息，而这个修为的人可是他们万万不愿招惹的，看什么看，全都给我滚蛋！此刻楚风怒视四周，冷喝一声，他这一喝，寒意四起，天地皆动，
哪怕这岩洞很是坚固，可也有不少碎石被震落而下。快走！见状，那些看热闹的人一个个吓得脸色铁青，都意识到了这位是一个不可招惹的存在，于是赶忙离开，不敢再在此处逗留。一时之间，此处便只剩下了青木山、火灵殿以及玉水宫的弟子。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大袖一挥，一道隐形结界便覆盖这里，将他们封锁在了此处。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我们可是火灵殿和玉水宫的弟子，你若敢对我们如何，定要你出不了兜着走。此刻，火灵殿和玉水宫的弟子都有些慌了，他们都害怕眼前这名三品半帝的家伙要对他们如何。无奈之下，只能强作镇定，以自己的背景威胁对方，因为这是他们眼下唯一能够做的。我是谁？你们认不出了吗？楚风微微一笑，说话之间面容开始变化，很快便露出了自己的阵容。楚风，竟然是你！而看到楚风的面容之后，莫说玉水宫与火灵殿的弟子，就连白云霄、陶香雨等青木山的弟子也是大吃一惊，吓得不轻。他们想到过很多种可能，但没有一种可能会是现在这种局面。而连陶香雨等人都已如此吃惊，那火灵殿与玉水宫的弟子更是再也无法镇定了，一个个的脸色如纸，瑟瑟发抖，甚至一个不争气的竟然还吓尿了裤子。堂堂9世顶尖弟子竟然被人吓得尿了裤子，这是多么的丢人！可这也不能怪他们，实在是楚风的凶名在9世之间传得太盛。当初还只是武王的楚风，就以横扫9世弟子，敢杀自己的同门师兄。那现如今被南宫地族通缉，并且身为是3品半帝的楚风，会做出什么事情？他们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了。楚风师弟，你竟然还活着，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那南宫地族不知出何原因，前段时间竟然整个5之圣土的通缉你追杀你，最近更是宣布你已经死了。当时我可是伤心坏了，毕竟你是我9世弟子之中最强之人。毫无私心的说，我一直觉得你是我9世的希望啊，如今见到你没事，师兄，我这心里别提多舒坦了。忽然，玉水宫的一位弟子满面笑容的走了过来，眼见大事不妙的他，竟然急中生智，想用这种方法来与楚风套关系。然而，当那位靠近楚风之际，楚风忽然抬腿一脚，直接将那位踹飞出去，如同烂泥一般贴在了结界的墙壁之上。此刻的他经脉尽断，浑身的骨头都碎了，满身都是鲜血，如同烂泥一般惨不忍睹。虽然还活着，但气息已是非常的卑微，整个肉身都被打散了。你欺我青木山同门的时候，可有想过我？楚风冷声说道。此话落下，又将那冷冽的目光扫向了玉水宫以及火灵殿的其他弟子。楚风师弟，冤枉啊！我们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你啊！我们知道白云霄他们不识好歹，当年你在青木山的时候，他们仗着秦凌云撑腰，多次刁难于你。我们今日此行此举，实际上是想替你教训他们。又有火灵殿的弟子上前解释。听得此话，白云霄等人一个个脸色难看，低头不语，甚至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其实他们也很心虚，毕竟当初他们的确与楚风是死敌，为了对楚风也是做过很多过分之事，甚至想过要楚风的性命。所以莫说楚风出手替他们解围，就算楚风出手杀他们，他们也不会觉得冤。打心眼里，他们是惧怕楚风的。现在火灵殿的弟子说这番话，明显就是要挑拨他们与楚风的立场，是要让楚风对付他们，这自然叫他们很是害怕。然而当白云霄等人担心之际，楚风却抬腿一脚将那位挑拨离间之人一脚踹飞，如同先前那位火灵殿的弟子一样，他的肉身也是直接被楚风踹散。我们自家人打打闹闹怎么都行，用得着你们外人来管闲事吗？楚风冷声说道。楚风，你究竟要怎样？好歹我们9世乃是同根，就算我们有不对的地方，用得着下如此毒手吗？一位玉水宫的弟子愤怒地问道。怎样，跪地认错，饶你们不死？楚风说道。你要杀我们，我们毕竟是玉水宫的弟子，你若敢杀我们，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位玉水宫的弟子咬牙切齿地说道。那位话还没有说完，楚风猛然一掌轰出，直接将那位轰成了粉碎，鲜血四溢，溅了他的同门满身。我楚风如今乃是众矢之的，还有什么是我怕的？楚风话到此处，目露凶光，冰冷的杀意充斥了整个结界空间。楚风师弟，我们错了，不要杀我们，不要杀我们！见状，玉水宫与火灵殿的弟子全部都跪了下来，纷纷向楚风磕头认错。不是向我，是向我的他们认错。楚风指着身后的白云霄以及陶香雨等人说道。而那些玉水宫以及火灵殿的弟子也是不敢怠慢，赶忙向白云霄以及陶香雨等人认错。见到这一幕，白云霞、陶香雨等人一个个目瞪口呆，表情无比精彩，内心的情绪那更是难以形容。这样强硬的手段未免太霸道了一些，无论是当初的秦问天还是秦凌云，在9世之中都未曾展现过如此强大的统治力。想当初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他们能够所以柔虐的弟子楚风，如今会强大到这种地步。他们更是想不到，当初他们那样对待楚风，楚风不但没有计较，却还会出手帮他们。此时此刻，那份自责，那份惭愧，那种悔不当初，就如同打翻了的五味瓶，散落在了他们的心头。楚风师弟，我们道谢的话就不用说了，咱们乃是同门，理当合力对外。我只希望你们日后能够对其他同门好一点。白云霄等人本想道谢，可是话还未说完，便被楚风堵了回去。楚风师弟，你放心，我们日后绝对不会再欺凌咱们青木山的同门师弟们。只是楚风师弟，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因为你得罪了南宫地族，掌教大人为了脱离干系，已经将你驱逐出青木山了。不仅如此，白云霄想要提醒楚风，不必说了。楚风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记住，我楚风永远都是青木山的弟子。楚风没有杀火灵殿以及玉水宫那些跪地认错的弟子，但也没有放任他们离开。
而是将他们关在了结界阵法之内。这里面都是小辈，楚风觉得以他的结界阵法，还没人能够识破。而当一定的时间过后，这结界会自动取消，火灵殿以及玉水宫的弟子也将被放出来。但那个时候，楚风怕是早已离开了拜月云城，所以自然也就不怕他们去告发自己。至于青木山的弟子们，不管往日仇怨多深，今日楚风毕竟救了他们，若是他们还告发自己，那楚风下次见面绝对不会客气。更何况有江芙蓉在，相信江芙蓉也不会允许他们去告发自己的。我劝你们还是别继续前行了，这能与四族交手的名额只有一个，你们就算去也没有什么机会，还不如留在此处得个安然。楚风对江芙蓉以及白云霄等人说道，其实我们也知道来到此处根本就没有机会，但这毕竟这是一场盛会，本想见见世面，没想到会有人与我们针锋相对。经历了火灵殿与玉水宫的埋伏，我们已经不准备继续前行了。白云霄苦笑着说道，我也不去了。江芙蓉也是表态道，不过既然已经进来了，也总不好弃权，所以我们会在此处等到这场比拼结束再出去。果不其然，江芙蓉心思很是细腻，她这番话表面看没有什么，只是附和楚风，但实际上她是要看着白云霄等人，避免他们去向他人告密。对了，楚风师弟，有一个情报，也许对你有用。忽然江芙蓉说道，什么情报？楚风问道。此次盛会高手云集，9世弟子们心里都清楚，夺得第一的希望非常渺茫，而就算获得第一，也是被四族虐的命，所以很多人来这里几乎都只是走个过场，与我们心态相同，见见世面罢了。但界师联盟不同，界师联盟的会长大人乃是5只圣土10仙之一，他有一个闭门弟子叫做穆绝尘。这穆绝尘从来没有露过面，但身为界师联盟会长闭门弟子，那实力肯定不会弱。这一次界师联盟的会长大人受邀来此，一位界师联盟的弟子都没有带，只是带了他的闭门弟子穆绝尘来到此处，想必他的目标很明确，是直指此次比拼第1名，是要与4族小辈争锋的。所以你若遇见一个叫做穆绝尘的人，一定要小心应付，万万不可大意。江芙蓉说道。多谢江师姐提醒。听得江芙蓉的话后，楚风点了点头，可是心中却暗叹，这么说来是遇不到小美他们了。可惜楚风觉得9世弟子都来了，苏美肯定也会来，本来还很憧憬与苏美弟碰面，现在可倒好，苏美他们压根就没来，所有人都被一个叫做穆绝尘的人取代了。按理来说，楚风也是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与那穆绝尘也算同门，本不该与他为敌。只是这一次名额只有一个，楚风是势在必得，所以不管那穆绝尘是何来头，楚风都不会手下留情。想一想，那穆绝尘苦修那么久，第一次露面就要让失败于此，还真是有些可怜。但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修武世界，这便是现实，实力不济，那怪不得任何人。至于楚风为何自信能够击败那穆绝尘，那是因为楚风有着自信的资本，3品半地的修为，逆战4品的战力，再加上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能够提升2品修为的力量。此等实力，莫说一个穆绝尘，就算是练兵仙人那位优秀的弟子百里星河，或是西门地族那位西门飞雪，与楚风对决，楚风也是完全不惧。如今的楚风绝对配得上5只圣土最顶尖小辈的名号。那诸位师兄师姐，先告辞了。楚风抱了抱拳，便欲离开。楚风师弟。可就在这时，白云霄却忽然开口，怎么了？楚风回头问道。虽然不知道你此行究竟是何目的，但还希望你能够注意安全。你不仅是青木山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白云霄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颇为复杂，并且是有些犹豫的。他是有些不好意思说，他觉得他不配说这番话，可是他却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他此刻心中真实的想法。他们都不傻，在南宫地族通缉楚风的时候，楚风出现在这里，并且直指那第1名，明显是要与4族小辈交手。楚风这是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便是挑衅。楚风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挑衅4大地族，这种事有多危险，有多难做，他们自然也非常清楚。换做之前，他们巴不得楚风死。事实上，楚风之前被青木山驱逐出去之时，以及听到楚风死讯之际，他们都很是高兴。但是今日之事之后，他们的心态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忽然觉得楚风才是真正的同门，而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乃是小人所为。他们后悔当初做过的事，所以不想再与楚风为敌，自然也就不希望楚风出事。因为这一刻，他们已经意识到，楚风不仅会是一个能替他们撑腰的同门，搞不好日后会是一个能为青木山撑腰的英雄。他们都不希望楚风有事，他们希望楚风能够在逆境中成长，继续为他们撑腰。放心，稳的。楚风笑着做出了一个稳妥的手势，随后便身形一纵，快速地向着浩瀚岩洞深处掠去。楚风离去后，白云霄等人便注视着离去的方向，就像舍不得将目光移开一样。过了好一会，白云霄才盘坐在地，对江芙蓉说道：“江芙蓉，你不用盯着我们，楚风师弟救了我们，我们若是还恩将仇报的话，那也就太不是人了。江师姐，你放心吧，我们也是有良心的人。楚风师弟他不仅不计前嫌，没有对付我们，反而帮了我们，这个大恩我们日后定会报答。”陶香雨也是开口说道，话罢之后也是盘膝而坐，闭目养神修炼去了。在此之后，赵金刚、齐言语等人也是纷纷表态，表示日后定不会再与楚风为敌。看着这样的白云霄等人，江芙蓉也是心中一动，他也真没想到楚风这次出手相救，会让白云霄等人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但哪怕如此，江芙蓉也没有回应他们，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留下是为了看着他们，只是微微一笑，随后也盘膝坐了下来。青木山的弟子不往深处前行，而是全部盘膝于此，倒也成了这岩洞世界内一道令人不解的风景线。楚风一路向前，很快便来到了这浩瀚岩洞的终点。只不过
此刻浮现在楚风面前的一幕，却是令楚风始料未及的。这里聚集着很多人，除了火灵殿、玉水宫、青木山的弟子外，九世的其他人基本上全部都到了。但是九世的弟子毕竟很少，而此处却聚集着足足6000余人，这便说明此次参加这场比拼的人数更多的乃是九世之外者。而在终点处有着一座高台，那高台之上悬浮着一道令牌，那令牌光芒闪闪，应该是一把钥匙。而在那高台的上方有一座大门，那大门乃是结界大门。结界大门外萦绕着一层防御罩，但是依照楚风来看，那防御罩到达一定的时间后便会消失。当那防御罩消失之际，只要拿到高台之上悬浮的那把钥匙，就能打开那结界大门。毋庸置疑的是，能够自那结界大门走出去的，便是此次比拼的胜者。由此可以看出，这是拜月云城故意设计的，他不会让第一个到达此处的人便成功的获得第一名。所以他在那大门上设置了防御罩，他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到达这里，然后让所有人在这里一较高低，最终只有最强者才能有资格拿到那把钥匙。不过他们的设计是好的，但现实却与他们设想的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何会让楚风意外的原因。此刻在那高台之下聚集着不少强者，其中还有楚风熟悉的人，就比如聂婉儿与聂希儿两姐妹。她们两姐妹如今已皆是一品半地，这个修为足以傲视九世弟子，也足以傲视在场的不少人。可是眼下她们两姐妹却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那高台之上有着3个人，这3个人其中一个也是楚风熟悉之人，这是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很是年轻，有着2品半地的修为，长相很是不错，是很受女孩子待见的那种，但是他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邪气。最重要的是，这名男子身穿一件戒灵黄袍，那戒灵黄袍上涌动着蛇一样的纹路，显然他的戒灵之术比他的修为要引人瞩目。他也是一位蛇纹级的黄袍戒灵师，此人乃是白眉仙人的弟子孟小言。这孟小言想当初曾在南宫地族联合南宫天龙他们刁难过楚风，不过却被楚风暗中摆了一道，吃了个哑巴亏。想不到这场九世的比拼，他也来凑了热闹。不过孟小言的实力显然不配与楚风一战，让楚风颇为在意的乃是与孟小言站在一起的人。这同样是一名男子，与孟小言不同，此人身材高大，英武不凡，是那种长得很爷们的男子。很爷们，但并不是满身肌肉的壮汉，而是处处散发着成熟气息以及男人魅力的那种男子。这个男子同样身披一件戒灵黄袍，那涌动的蛇纹说明他也是一位蛇纹级黄袍戒灵师。但是此子不仅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还有着3品半地的修为，实力比孟小言要强。而在周围之人那低声议论之中，楚风也是得知了此人的身份。此人名为剑旭，乃是10仙之一爱才仙人的闭门弟子。那爱才仙人楚风也曾听说过，人如其名，爱才如命，为了好处愿意与各方势力合作。据说7红剑之中最好的一把剑，现如今就在那爱才仙人的手中。而除了这剑旭以及孟小言之外，还有一名男子，这名男子便是戒师联盟会长，同为10仙之一的戒灵仙人的闭门弟子穆绝尘。这穆绝尘有着2品半地的修为，来到此处乃是奉戒灵仙人之命，要取得此次比拼第1名，好与4族小辈交锋的。可是现在的穆绝尘不仅鼻青脸肿，浑身是血，还被人用结界之术倒挂于高台之上，并且在他的身上还被写上了2个大字垃圾，真可谓是丢尽了人。穆绝尘啊，穆绝尘，九世弟子之中最强应该就是你了吧？可你怎么就如此的不中用呢？此处不是号称9世比拼吗？可是大家看看现在这场比拼的主角们，9世的弟子都在做什么？只能看看热闹了吗？9世还真是废物啊！那剑旭走到穆绝尘的身前，一边用手用力的拍打着穆绝尘到了脸，一边冷嘲热讽的说着。这种情况下，众人议论纷纷，都开始怀疑9世的实力。毕竟眼下9世的确很是不堪。对于这剑旭的嘲讽，穆绝尘紧闭双眼，咬紧双齿，却并未说话，只是忍着，连他都要忍着。那9世的其他人就算再不爽，却也只能忍着了，毕竟他们可不想像穆绝尘一样被人倒挂在高台之上，有些过分了吧？然而就在大部分人沉默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了。身为9世弟子的他，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9世被人如此挖苦与嘲讽。居然还有3品半地的人来到此处，不知何门何派，姓甚名谁啊？见到楚风，莫说旁人，就连那剑旭也是眉毛一挑，颇为吃惊。毕竟小辈之中，除了4族以及3府的人外，能够达到这种实力的可并不多。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不惯你们的所作所为。楚风走上高台，冷声说道：怎么，你们很看不起9世的弟子？那你们又算些什么呢？我们算什么？我们2人乃分别是爱才仙人与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你说我们算什么？孟小言冷声说道。对于孟小言的话，楚风没有回答，只是嗤之以鼻，轻哼一声，其中的看不起已是不言而喻，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剑旭兄，这种货色不用你出手，我便能够搞定他。孟小言说话之间，意念转动，金色的结界之力宛如潮水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自信的他连武力都不动用，而是想要靠着结界之力来对付楚风，彰显他白眉仙人弟子之风范，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之威风。不过可惜，他面对的可不是寻常的3品半地，乃是楚风。楚风以其人之道含制其人之身，同样汹涌的结界之力散发而出，化作滔天巨浪，不仅将孟小言的结界之力瞬间拍散，更是将他如同死鱼一般拍在了高台之上，筋骨寸断，浑身是血，如同半个死人，抽搐着。见到这一幕，莫说在场之人一脸的不可思议，纷纷大吃一惊。
就连那紧闭双眼的穆绝尘也是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一幕，露出了无比吃惊之容。如此强大的结界之力，莫说是他，哪怕是那剑旭也是比之不上。你究竟是何人？剑旭目光谨慎，很是凝重地对楚风问道。事到如今，他已经意识到了，眼前这个看似寻常的年轻人是一个极不寻常之辈。